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一起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大家好，我是于波红。在爱情和婚姻当中，没有纯粹的赢家或输家，而只会是双赢或者双输。大家好，我是严品红。想要拥有甜蜜的爱情，先从好好爱自己开始。大家好，我是珊娜。婚姻的终极目标就是将我们平凡的日子能酿成醇厚的美酒。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大家好，我是曲伟。婚姻如熬汤，火候比胜负香。哎，你看，我一个说美酒，一个说熬汤，这就是生活。那我们看看今天来求助的这两组嘉宾，他们到底是要熬汤还是要酿酒？一起有请他们登场。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张先生27岁，来自吉林，自由职业；孙女士29岁，来自辽宁，文员。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觉得在你们恋爱期间存在哪些问题？我现在就是想要和他结婚，要不然我怕他跑了，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我们两个人之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再磨合。你们对彼此的看法是什么？这些都是借口。我觉得他就是嫌我幼稚，所以才不想和我结婚。他本来就很幼稚，29岁了还跟小孩一样，而且我也没有稳定的工作，给不了他美好的未来啊。哎，我特别好奇，姑娘，您的这身装扮是婚纱装吧？洛丽塔，好看好看。今天谁要来的呀？今天是我要来的。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我是过来逼婚来了。逼婚来的？让咱们帮着逼呀！你俩谈恋爱多长时间呀？有1年了。自由恋爱还是相亲认识的呀？自由恋爱。今天你的主要目的就是逼婚是吗？对，我觉得他人很好，就是不想把他放走。他就不娶你是吗？他是暂时没有这个打算。简单介绍一下我俩家的情况吧，就是他家是有车有房有存款，甚至有一条很爱他的狗。我是啥都没有，孑然一身。他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就是周六周日双休，然后5险1金有奖金。我呢就是自由职业者，并且我的梦想其实是做一个很出名的演员，但是我目前只是一个群演。就是很多人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默默无闻一辈子，然后他是想跟我结婚，但是我的条件不允许。我就是觉得如果我俩结婚了，我会拖累他，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消费观还有就是性格也有很多的差异，我觉得不适合结婚，甚至我觉得他有点幼稚。你说说他哪儿幼稚？他总喜欢用这个小孩子的思维去思考，想的有点少。就比如说我去年的时候，我在我们本地郊区的一家烤鱼店工作，离他那儿很远，他就想来看我。具体有多远呢？就是他从家到车站得半个小时，再从车站到我那个工作的地方又得半个小时，下车还得走半个小时。就当时是饭口，中午1点多的时候忙完，我看一眼手机，我发现有一条他12点多给我发的消息，他说我来了，我看你。然后我看了一圈没人，发现他在外面等着我。东北的冬天那么冷，他在外面一直等着我。然后，还有一次也是一个冬天，我去了一个摄影棚工作，然后那个棚子是除了工作人员之外别人进不去。我当时忙到了晚上12点多，他10点多就在外面等我，等了2个多小时。当时我就说，我说你是看我很感动，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来看我的这个途中出了意外，谁来负责？想法很幼稚，你为了见我不管不顾。那我就是想你，就是想去见你，那能怎么办？我就是愿意花时间，愿意去找你。我们俩已经不是那种17、18岁热恋期的高中生了，我们已经是大人了。我们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考虑到我们自己和考虑到我们的家里人，是这样的。你希望他怎么做呢？我希望他是一个智性恋的人，就是说，你不要恋爱脑。你在恋爱之中，你要保持你的理智，就是我们彼此的这个时间一定要把握好，不要就是给对方添麻烦。就是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想念，对对对对，你而且你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呀。那么晚，凌晨12点多，他在外面，他怎么说？他被他父母保护得很好，就是他29岁，他没有接触太多的社会上的这些东西。然后我跟他则不一样，我就10几岁我就自己出来住，我打过工。
然后也经受过冷眼啊这那的。怎么说呢？可能我稍微比他成熟一点点，正是这一点点让我觉得我俩不合适。你觉得你们两个人除了说现在不匹配之外，就是三观一致吗？这个其实也是我想说的一点，比如说消费观的问题。就我俩在一块儿什么呢？就是逛吃，像火车一样，出门就是这个好吃那个好吃，这个吃完还想吃。然后当时我俩在一块儿半年多，我手里边2万来块钱全吃了，吃到哪儿去了呢？就吃到这儿，他胖了30斤，我也胖了30斤。我的观点就是说，我们把钱花在这个物质上，就是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然后他呢，则是说吃。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本地开了一个网红面包店，他说就是哎呀想吃，我们去试一试吧。然后当时是夏天，特别热的天，我给他排了1个小时的队，我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买完之后，好像2个面包花了30多，吃了第一个，哦是地瓜馅的，第二个土豆馅的。我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觉得这你花30多买一个地瓜，买一个土豆，我接受不太了，我感觉就是。还有一次我俩过生日，他过生日我是怎么准备呢？就是我们在出去玩，或者是说在网购的时候，我会记录一下他喜欢的这些东西，偷偷的记下一个清单。我预备了一个就是像大礼包似的东西，所有他喜欢的东西都在上面。蛋糕的话呢，我就随便买了一个100来块钱的。我过生日的时候呢，他送了我一个很高大上的一个蛋糕，但是我一吃，你就跟正常蛋糕差不多。然后我问他多少钱，他说300多。我觉得我难以接受。说句不好听话，你都不如折现给我，随便买点啥我喜欢的就完事儿了。不是啊，我买那个蛋糕我也准备了好久的，我也是搁网上搜了好多功课才给你整的那个蛋糕啊。是，你凭什么就说还不如给你折现呢？是那个蛋糕不好，还是说你觉得我这个人不好？我是觉得，既然你钱都花了，这300多对于我们来说也不算少，对吧？那你就花到位上，你让人家开心，对吧？你投其所好，就你送了一个你觉得他会喜欢的东西，不是人家真正喜欢的东西。我会考虑的这是性价比，然后他考虑的可能就是我乐意，是这样的。姑娘，你是不是对这男朋友特满意，一点儿缺点都没有，一点儿让你不满意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就是他偶尔有点冷暴力，别的倒是都挺好的。有一回就是他嘴里出了口腔溃疡，然后我带他去买药，就是我突然惊讶这个药价怎么突然涨得这么快。然后他当时的表情就是，他首先回头看着我，然后很震惊地说：“哦，这个东西要15块钱。”那当时我就肯定感觉啊，他嫌贵呗，然后我就说那好宝，我们不买了，我们走吧。这药就没买，因为这事儿他那1天都没理我。我就感觉我时间也付出了，金钱也付出了，我所有能给你的都给你了，然后你一个15块钱的西瓜霜，你都不舍得给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当时就是觉得这个物价突然涨得太多了，只是惊讶一下，没说不给他买。事后吧，就搁网上给他看一个，结果那个他晚上不给配送，第2天早晨就把这个买下来了，之后也给他用了。我冷暴力你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冷暴力，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你说，我说重了吧你伤心，然后我说轻了吧，就这个事儿咱俩又解决不了。哎，女生，你有没有觉得你男朋友特敏感啊？我觉得还好。你认为他爱你吗？平常对我也挺好的呀，生病啥的照顾我呀，然后难过啥的他也安慰我什么的。他没有缺点。他有没有点自卑的感觉？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他挺好的。像刚才他说那个300块钱的蛋糕，他不太高兴，那你不觉得挺失望的吗？你这个也对他没意见啊？当时是挺失望的，后来想想吧，确实是我没做好功课，我没找着他想要的东西。有错，一定是你的错，不是他的错，对吧？对。那么现在他不愿意和你走进婚姻，你又认为他这么爱你，你认为这有错吗？没有错。那你逼什么婚呢？我就是想让他早点跟我结婚，然后2个人在一起继续打拼。姑娘，你之前谈过恋爱吗？谈过。你之前的那些前男友们都怎么样啊？都没他好，就他是对我最好的。你父母知道吗？知道。同意吗？同意。我们双方父母都喜欢双方，然后我就合计早点跟他结婚，然后怕他跑了。现在问题只在他身上，他不同意而已。是，
他今儿就是不同意，我就是不娶你，你说怎么办？我就是不同意。姑娘，人家说了就是不同意，你怎么办呢？我可以等到他同意为止。你啥时候准备同意啊？我就是想先立业后成家。什么标准下算是立了业了？起码就是说，他想出去旅个游，我能毫不犹豫的同意，而不是说现在我们来的时候他的衣服破了。然后我想了半天，我没有办法去给他买一件新的衣服。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我没有稳定的收入，从去年11月干这个群演开始，平均接到的工作可能就是几十块钱，然后好点的话可能也就200、300，很拮据。那你认为一个月收入多少了？你配得上这姑娘？你敢娶她？就起码就在我们那个小城市来说，5、6千块钱吧。那如果你换一个职业，是不是可以达到5、6千块钱？是可以达到，但是我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之前在我们家族的一个餐饮店工作，干了好几个店，我也自己当店长，收入多少？也就5、6千块钱，那符合结婚的标准了吧？对吧？但是没有干多长时间呀。还有就是说，我喜欢演绎这个东西，我想试一下，这是你的梦想。对，如果说我不去试一下，我这一辈子可能都意难平。那也就现阶段，其实摆在你面前的一个婚姻，一个梦想，你要先梦想喽。是，女生你在乎吗？不在乎，我就是想先结婚，然后再让他立业。如果他出不起彩礼，可以吗？可以。买不起房，可以吗？可以。办不起酒席，可以吗？可以。这如同300块钱蛋糕一样，他都可以，但他觉得不可以。那你觉得，你几年可以完成你的梦想？我不清楚，所以我不希望让他去等我。他也快30了，后期他择偶的困难程度比我要高，所以我想就是，既然我现在没有办法达成他这个愿望，我就想我们顺其自然吧。然后如果说哪一天你遇到了一个比我对你更好的人，那就……你的意思就是要分手是吗？我目前无法打破这个现状，所以就是他着急想跟我确认关系，跟我结婚，但是我没法给他一个准确的答复。但你也没说放过他呀，你说你找你的幸福吧，我给不了你要的，你还是要跟他在一起。你说某一天他遇到一个他心仪的人，再和那个人在一起，怎么可能呢？这不就吊着呢吗？哎，我有一个不明白啊，你的逻辑啊，如果他和你结了婚，会影响你做群演的梦想吗？不会影响我的梦想，那不得了但是吗？你的梦想想做群演，他的理想想和你结婚，这有什么打架的地方吗？但是这会以牺牲他的幸福为代价。您认为牺牲了吗？我觉得我很幸福啊。不是很幸福啊。你当不当群演，人家家也是该有房有房，该有车有车，该吃饭吃饭，该买蛋糕买蛋糕。他特别喜欢黏着我，如果我做这个职业，可能我会天南海北的去跟着剧组到处跑。说白了，就是他会阻挡你去追求梦想的道路，对吧？他会成为在那个道路上的拖油瓶。不是拖油瓶，而是我亏欠他。因为你刚才表述了一个观点，你说他送你那个300块钱的蛋糕不应该送到对方心坎上吗？对方想要什么才是真的应该送的，对吧？那你现在考虑的是不是有点多余呢？人家没觉得你亏欠，你不就应该按照他的想法去做吗？咱们不要双标嘛。婚姻它是柴米油盐啊，那你就直接告诉他，我娶不了你，你找你的幸福去。你又没告诉人家这话。我可能明确的我说过，就是说你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去吧。但是我女朋友她可能有点舍不得，就是其实她之前的男朋友身高长相家境都比我好，她现在就是属于是降低自己的身位和我在一起，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您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有点不地道？前面您说足够爱她是您说的，您现在又称她为我的女朋友。同时呢，他有好的，又可以去自己追求自己的幸福。你其实已经再三为自己自圆其说，那就是3个字：不爱他。就是如果说我不爱他的话，可能我不会就是跟他来到这儿，我会直接说好，那我们别在一起了。那咱换一种问法啊，你们俩不结婚了，俩人继续搞对象。在谈恋爱期间，你去当群演追求你的梦想，可不可以？我觉得是可以的。那可以的。刚才你为什么说他喜欢黏着你，会耽误你工作？为什么会有这个思想？就是我最怕的是有一天我去南方工作了，然后他为了去来找我，千里迢迢的杀过来，只为了看我一眼。有啊。1个月休息几次？双休。双休6日。啊。 6日，现在高铁很方便。你礼拜5晚上去找他，礼拜6见一面，礼拜天就回来了。你能接受吗？我不希望他那么折腾，如果是近的话还可以，而且这个来回的这个东西就不叫恋爱呀，他自愿了。哎，我问一下姑娘，我就愿意折腾。哎，姑娘，有错吗？他
说到现在，我们听到就是对你的不够喜欢，甚至有点嫌弃，你为啥就这么死乞白赖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啊？我觉得他人挺好、啊，听起来一点都不好，连每周末你去找他，他都嫌麻烦。正常人都是我回来看我女朋友，你现在上赶着去，他都嫌你烦。你没听出来吗？主要是我去的时候我没跟他说，导致他工作。哎呦，又成你的错啦！我认为现在最不堪的是，明明是他的错，你都说成自己的错。你明明是自己的心声，也要推到他这里，而且说，我怕他辛苦，我怕他什么，我拖累他。我第一次感觉到说，连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富裕的家庭都成了缺点了，都成为了爱情的阻碍了。现在小张和小孙两个人的诉求都非常的简单，一个就要结婚，一个就不想结婚，一个愿意无限期等待，一个就不想让他等我。张导不对啊，不对啊，一个就可以无限期等待，另外一个现在还没说呢，你先说，你让他等你还是不等你啊？其实特别矛盾，就是我觉得他对我足够的好，他是我人生中。你给人一个准话，人家就给你准话了，我无限期等你。你现在给人家一准话，你别说你碰见好的，碰不着好的怎么办？如果现在出了这大门就碰见一好的怎么办？对吧？你不能否认这事实，你现在就告诉他，咱俩就铁定分手，我追求事业去。你占着这名额，要不就说你等我，我一定回来娶你。对，你给人一准话，你占着这个名额，人家怎么碰啊？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在针对你吗？不，也不能算针对，是你就是针对他。一上来你说的这些话，难听点叫不是人话。对，往好听点说，你前后嘛，你自己都圆不回来，你现在要想说什么？您圆了5圈，根本圆不回来，已经撞车了。我告诉你，他很简单，他出这个门，演播厅门口碰到一个像徐伟老师一样的男生，来脖子爱上了，怎么办？您是男人，你说怎么办？唉，我只是觉得我现阶段没有能力去承担，怎么办？您是和他去表明我是他男朋友，还是祝福他们？您选择。我会去表明我的身份。所以你要不要让他等你？说。对吧？你自己都……哎呦，先生，咱别演神情戏码行吗？咱这是生活，你别把那个演戏那套搬过来，咱就咋就是咋行吗？咱说句真话。我觉得我不够好。不够，觉得不够。行，来，接下来我们听听各位老师们有什么意见。女生，我先要明白无误的告诉你，逼婚没用，即便逼婚成功，婚姻也不一定幸福。谢谢于老师。这个女生你真的是有认知偏差的。你觉得这个男生虽然贫穷，但有梦想；虽然现在事业还没有成功，但是他很清高，很有才华。虽然他现在不愿意娶你，但你觉得他是爱你的，是在乎你的。你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肯抬眼看一下真相的。其实真相就摆在你的面前，他不是爱和不爱你的问题。他是要自由，
他不需要和你之间的情感那么深的链接，他可能对你有一点点喜欢，并不反感和你谈恋爱，但他需要完整的自由的生活，这个自由能让他不为金钱所惑，去所谓他想追逐的梦想。其实他有啥梦想啊？人真正有梦想的，那是要去练就18般武艺的。他有这些什么拼命每天读书啊、学习呀、练习啊，他有这么刻苦努力吗？他不是还是跟你吃吃喝喝胖了30斤吗？所以那些都是假象。我不能说这个小伙子未来一定没有成绩啊，我也不能说他这个选择是错的，但至少这个阶段他就想要自由，任性的、肆意的做他想做的事儿。根本不在乎赚多少钱，是不是对我身边的女人要负责任，是不是应该给我的父母家境不太好的原生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他根本就不想这些，所以他怎么可能娶你嘛？怎么可能做丈夫嘛？所以你要从你的小小的那个沉浸的世界当中走出来，他没有那么爱你。如果你打破不了这个认知，真的是太固执又挺可怜的，因为你根本要不到你想要的，你也等不到这个不愿意归家的人，这就是现实啊！我希望真的你能够抬眼看一下真实的你们之间的关系。我倒是觉得你们分手也不一定非要分手，清清浅浅的，走着走着也就散了。我们都是从27、28岁的时候过来的，所以比较了解。你们两个人不是恋人的关系，你们俩是一种粉丝对偶像的关系。女生就是你的那个脑残粉，为什么叫脑残粉？叫盲目的崇拜，就是你哪儿都好，完美无缺，这不是爱。为什么很多脑残粉觉得特别的可笑呢？因为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做都是好的，做什么都是对的，因为我的偶像他就不可能有错，他就不可能有缺点。世界上哪有那么优秀，那么一点缺点都没有的人呢？所以姑娘，现在在你眼中的这个男人啊，你给他滤镜开大了，然后你也不愿意醒过来，你也不愿意去听一听别人给你的声音，因为你觉得别人跟你说什么都是在诋毁你的偶像，所以现在跟你说什么都没有用。但是我告诉你姑娘，其实这种状态说来得快也来得快，说去得快也去得快，这就是脑残粉的共性。男生很重要的几句话啊，这个女孩是你梦想路上的大备胎，你为什么不娶她也不放了她？因为你需要一个接盘侠。你所谓的什么我心疼她，我不想让她为我这么付出，为什么我说你在演？你不就觉得她太黏你了？她突然的出现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惊吓吗？你说你想当演员，你到底是想红，享受那个被人簇拥的感觉，还是真的喜欢演戏这件事本身？另外很明确，这个姑娘她会阻碍你啊，因为你幻想的是万一有一天我突然被哪部戏看上，我红了，我不能结婚呐，我怎么能结婚呐？我都不能有女朋友，我是个偶像啊，对呀，我肯定得隐婚隐恋啊，要不然那些追我的小粉丝们怎么办呢？我的形象不就坍塌了吗？这是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所以姑娘，她不是因为害怕耽误你，她觉得跟你不匹配，她不想去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你在耽误人家，你在阻止人家的星途，你有可能成为明星那个历史上的那个黑料。人家现在在给自己铺平这个路呢，不能结婚，结了婚怎么当偶像啊？美其名曰是梦想，其实就是一场梦。所以我把这个扎心的真相只是告诉你，有很多像你一样的脑残粉围绕在他的身旁，你只是其中之一。而你幸运的是，你有一个正牌女友的称号。那未来有一天他在剧组当中如果再碰上其他的人，那可能这个称号就没有了，明白吗？什么嫁不嫁娶不娶的，这不是在搞笑呢吗？演员首先要有艺德，我们才能去谈专业。如果你连真诚这件事都做不到的话，你演出来的所有角色没有人会喜欢看。我也是演员，相声演员是以技术为主，但是影视演员可能从形象、从声音、形体所有的条件综合来判定这个演员。所以说你可能对你的外形啊、对外貌你特别自信，你有追梦的理由，可以没有问题。女孩说的是你要求来上这儿逼婚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今天等于变相是他带着你来这儿，当着这么多人面拒绝你结婚的，所以我觉得你理智一点。如果现在逼婚，哪怕让你攥在手上，你们俩也好不了，早晚也得离。刚才莎娜老师说呀，你在为以后红之后再铺垫呢，你反驳吗？如果我有自信，觉得我有一天会红的话，我会很认同老师的观点。你说了一个如果，我问的是你现在你真实的想法，是不是被莎娜老师说中了你的内心？没。决定是他的自私。他说：“哎呀，我为了你好，你走吧。”这是让你走的状态吗？不是，欲擒故纵。所以他不爱你，他只爱他自己。你月收入1、2千，你花他的钱吗？花。哇，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啊！你不说的挺好的吗？我的梦想我养活不了你，我对你无法负责，走啊！但为什么你还花着他的钱呢？这些钱是我自愿为他花的，是的，我愿意。是的，就是这个自愿嘛。因为你才10几岁的一个心灵嘛，你就相当于是一个迪士尼的公主梦撞上了一个孔乙己的长衫，他太看透你了。所以，这段感情当中，谁是自私的，谁是忘我的，一目了然啊。所以兄弟啊，咱们做人有点良心好不好？要追求梦想，无可非议，去追吧，你别抻着人家。好不好？反正我们该说的也说了，现在也没办法叫醒这个姑娘。待会儿他们俩出来，是不是应该要设点条件？咱们条件就别设成结婚了。对，肯定不结呀。对，肯定不结。肯定不结。咱们都想想，那个你们俩接下来的时间坐那儿听听那个别人的事儿，然后想一想我们刚才说的话，好不好？来，我们的2组嘉宾交换一下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赵先生52岁，来自天津，待业；丁女士42岁，来自天津，个体。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结婚20年，一直是我赚钱养家，他什么都不干，我现在觉得太累了。我在家也做饭、洗衣服、接送孩子，我还累呢。你们在婚姻中会因为什么事情争吵？他不赚钱就算了，还特别爱花钱。喜欢买名牌、买手表，车也要开最好的，特别败家。挣钱不就是花的吗？外头还有人说我吃软饭了，我这回家还得挨他数落。你们俩谁要来的？啊，是我要来的啊，咋的了？我想请各位老师帮帮我，劝劝他能不能别总在家待着，出来工作，跟我一起创业，然后帮助我一起养活我们这个家庭。现在的状态是老公没有工作吗？还是说他不想跟你一起创业？最近这10几年吧，他一直没有工作。这10几年都是我在工作，他在家里接送孩子呀、照顾家庭呀等等这些。你们是女主外男主内的模式，是，这不挺好的吗？但是现在生意不这么好做了，而且呢，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吧，家里不像原来这么富裕了。我这个年龄感觉也有点无能为力了，想让他帮帮我。他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家庭啊，是3不的一个状态。不理会，不发表任何意见，不负责。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就这样吗？也不是。
结婚的时候，我一直在上班，孩子稍微大一点了，他就出来工作了。我微商嘛，挣到了一些钱，然后比我还挣得多。然后这时候孩子也需要照顾，也需要接送，没办法，我只能工作就不干了。从那时候开始，就天天接孩子、送孩子、做饭、洗衣服，家里的卫生也是我做。至于他刚才说的不说话，你不挣钱，你没有话语权。实际上，在您内心，您是享受这种状态呢，还是觉得挺憋屈的？很憋屈。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偶尔会听见有人说，娶一个漂亮媳妇儿还会挣钱。这本相不就是说吃软饭吗？是他过生日。我请很多，包括他的朋友、我的朋友，大概得有20来个人，大家都很高兴了，喝点酒嘛。然后我的小闺蜜呢就说，刚哥还是你最有福啊！你看看啊，长得又帅，命还好啊，娶了年轻漂亮还小你10岁的媳妇儿，这都是我老公的梦中的老婆呀，多有福气呀！他一下子就不高兴了。你们谁看好，你们拿走，我还不乐意要了。你们光看他好了，数落我的时候，你们怎么看不见呢？然后就咣咣的自己就喝闷酒嘛，就特别不高兴。我当时挺尴尬的。这本相不就是说吃软饭吗？那不证明你厉害吗？那别人咋娶不着呢？就像摄影师一样，我是背后工作者。背后的才厉害呢！我们没有这些摄影老师，能把我们拍得这么好看吗？这倒是实话。您这个比喻很好啊，很对。我一直认为我很优秀嘛，就看孩子，对呀，做家务。妈呀，这些事儿可难了。对，就是不会挣钱，那没办法。但是你会的这些技能，我跟你说，真不是一般男人能干得了的。这事儿它是属于有难度的，还需要耐心，还需要一定的技巧。因为谁都知道，在家带孩子那个人是最累的。他所谓的带孩子，就是接送孩子。但是真正的教育啊什么的，其实他也不这么特别重视。他在家的这些付出，您不太认可是吗？我不是完全不认可，但是我感觉他有点太夸张了。如果角色换过来的话，我更愿意做那个家庭主妇，我愿意在家里看孩子，而且我能把孩子可能比现在看得更好。就你做那饭还有法吃啊？还有他是不够尊重我，感觉。出来刚做的时候，她找闺蜜借的钱，刷的信用卡，一共得有10多万，10多年前的10多万也叫钱了，背着我也不告诉我，这把我放哪儿？是因为我觉得我告诉你之后，你就会阻碍我。我已经看好了，我觉得我没问题，我对我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所以我才敢干。你是不尊重我。跟你说了，你也不跟我一块干，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告诉你。而且事实证明，我成功了呀！仅用了3、4个月，我就把所有投资的钱都赚回来了，然后把账都还完了。接下来的几年真的就是非常好，我自己能力挺强的。但是现在不行了呀，微商已经不流行了。前几年开始流行短视频，我又开始想学着直播。他就不太支持我。我说咱们俩拍拍段子啊，家庭的、夫妻搞笑的这些啊。我就是又买道具，又自己写脚本儿，一遍一遍的教他。大家也看到了，他确实嘴挺笨的，真的教不会，而且他也不认真学，他说的跟我写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然后就因为这个也经常吵架。然后他那会儿呢，就是送完了孩子之后往家里一躺，做点饭，这有什么了？我觉得。对吧？你不工作应该做点饭。哎，你现在特那老爷们儿那样，跟那个自己老婆说，你每天也不上班不挣钱，你在家做点饭累什么呀？对吧？你也不在外面跑，对吧？家里面就有房顶给你挡风遮雨的，你有什么可累的呀？但是家庭角色就是这样嘛。我挣了钱之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辆宝马。他说我得买辆好车送你闺女，这样孩子有面子。其实就是他自己喜欢。然后他就开始乱花钱，报复性消费。因为我赚了钱之后，我肯定会给自己买个包包啊，打扮一下呀。就是我买他也买，我买包他买表，还有就是旅游。
一到寒暑假，他就找各种理由啊，你看哪多好呀，你看谁都去哪儿了，咱们也去吧，根本就不考虑出去这一趟要花多少钱，包括出去之后全都是高消费，找的地方都是贵的，就像有钱人一样那种享受生活。我感觉他一点都不心疼我。你说什么活都不干吧，他总说打包不是我打的，搬东西搬货不是我帮你搬的，你出去不是我开车拉着你吗？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是老婆在外面折腾，你没有想过说我也干点啥？想过，不是没想过，也干过。我这人命不好，干什么赔。你命多好呀！啊，就命好就说找个媳妇儿好嘛。你这辈子我觉得啊，最成功的就是媳妇儿找对了。你认为这是你最大的成功吗？可能。你看他刚才说花钱，钱就是挣来不就是花的吗？人就3万天，我为什么不享受呢？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钱是老婆赚来的，不是自己赚来的？想过，真比不过人家，没办法。在他的心目中，不是我自己赚回来的，他也打包发货了。对，也有我的功劳。他就觉得这个生意是我俩人一起干的，那打包发货，花钱找个谁都能干。对，你是大股东，我是小股东嘛。就包括这个投资做生意也是，前3、4年吧，微商不太好干了，然后短视频呢你也不想干，是吧？要不然咱干点别的，啊，他说那开个饭店吧。我一想也行，他呢平时确实也是总做饭嘛，我感觉可能会做饭的人呢，也许对这方面他有这个爱好嘛。我的预算是10到15万，先干一个小饭馆这样子啊，咱们累积经验，如果干得好，咱们再干大。然后他就一下子就投了50多万，所有的装修、所有的设备全都买最好的，根本不考虑成本。果不其然，半年就关门了。全赔了。哎，那你们家就这么折腾，之前攒下的那些积蓄，还能维持得了吗？就是因为现在维持不了了，我才说咱们一起创业。他想干实体，我不是不支持，但是我确实挺害怕他投资的。现在我真的有点出头。现在他又想干小饭店啦。啊，我说咱们能不能一边做抖音，一边直播，一边干这个小饭店？我的意思就是可以线上线下一起去干，因为咱们现在没有客户，对吧？也不是100年老店，那别人怎么认识你呢？他还是不同意，觉得根本不可能这件事儿啊，也不想上镜，就觉得没面子。关键是家里还有积蓄嘛？没有积蓄了。在我们投资饭店失败了之后呢，我就又跟他说，我说咱俩要不然做旅行博主吧，我说咱们买辆房车，然后呢咱们俩一边直播一边拍段子，这个比较适合咱们哈。我说你看行不行？他当时是同意了啊，然后买车总想买最贵的，然后没办法也没有这么多钱了，那时候买了一辆40来万的一个房车，装饰房车又花了好几万，一开始还凑合，那会儿新鲜劲儿还在，也不完全配合啊，还是包括写脚本、拍、做视频、发视频，这些都是我自己弄。大概坚持了不到1个月吧，就开始又不拍了。我直播的时候，他就让我从车上下去播去，因为他困了要睡午觉了。然后拍段子要拍就让我一个人拍，然后又以失败告终。回来房车卖了又赔了一半，所以这时候呢，就家里的积蓄基本上就没有了。到现在为止，家里的这些积蓄还能支撑吗？已经没有积蓄了，已经负债了。现在，我就说你不要再在家待着了。现在咱们家已经负债了，能不能咱们一起努力努力？哎，你为什么不愿意配合他拍视频呀？这车那么贵都买了，我又不是演员。那你答应买这车干嘛呀？浪费那40、50万干嘛呢？没玩过，玩嘛。知道你家里边积蓄不多了吗？不知道，这是财政官。你没跟他说你买完这车就没钱了？买完没钱，买完你这1年在外面的花销，吃喝加油，你哪儿不花钱呀？因为那段时间是已经没有进账了，对吧？对，你们不做预算吗？不做这个项目之前的一个计划书吗？他不听，他不发表意见。他做的好的时候非常强势，也不告诉我，我一问就急。他不敢问啊！我懂了，先生，今儿既然在咱爱宝的舞台上，您就大大方方把您心里这么多年的委屈说一说，怎么样？刚结婚的时候他不这样，那阵是我上班，然后角色突然变之后，我就感觉特别委屈。你又不能说，本身你挣钱少，你话语权就没有，
但是不挣钱的那个，他也不等于说不为家庭在付出啊。您也在付出，您为什么没有话语权？我说都不听，就是孩子上补习班的事儿。我说没必要上这个补习班。我说人家上清华北大的，人家没上过补习班，这么事实有，他就非得上，没办法。当年他做的风生水起，那个时候你们家到底有多少钱？其实你也不知道是吗？知道点儿。但是具体多少钱我不知道，我们俩结婚，我挣的每一分钱都给他，我已经习惯了把钱给他了。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自从妻子创业以后，你在这个家就已经没有话语权了？对，没有地位了就是。妻子已经明确的告诉你，咱家负债了。我也想办法，但是想完的办法，我出去也是赔钱。这句话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你妻子的意思？我自己的意思，一回头。赔了，2回头还赔。对你认吗？你不认哪行？这是命啊！字字句句都是不服气啊！靠啥生活呀？这你也不肯干，他也找不着干的，这还有孩子，你不慌吗？我听着都有点慌。您内心是不是怀疑妻子说现在已经没有积蓄了，亏钱了，只是逼迫你去上进的这样的一个借口？不是，我也不是什么都不干，卖个菜呀什么的我都能干。咱能干，不是不能干。跑个外卖，什么跑个滴滴都能干。你也不是没跑过，你闲着没事的时候，我跑过滴滴。跑滴滴让我给他买了辆车，花了15万。那不是有宝马呢吗？宝马后面又换车了，刚挣点钱就买宝马，第2年又换的奔驰。然后当时是这么说的啊，我得给你换一个吉普车，宝马是轿车，你不得拉货。这车一买一卖又赔10万。奔驰开了1年之后又换车，换的保时捷卡宴，当时就开始背债了。当然我那会儿还贷款是没有问题啊，其实我是不想买的，我就觉得咱们这小老百姓哈，100多万的车不匹配。他就不这么认为，他说你不是说我买车换车老赔钱吗？咱一次到位，就再也不用换了。是你给他营造了什么假象吗？让他觉得你们家趁那个好几个亿那种，我花个100来万就像100多块钱似的，是你营造那个假象吗？我没有。那他怎么能有那么大的自信就换这个？而且你也同意，话语权不在这边，话语权在这边。对呀，那你怎么能同意换呢？他就没完没了的说这些事儿 ，PUA。我说得让别人看你赚钱了，你才能把事业干得更大，就跟他当初追我的时候是一样的。给你赶鸭子上架是吧？给你架起来了。对，就是一样的。丈夫是不是认为在这个家我没有话语权，但我有消费权啊？我有这么坏吗？但是你确实是这样做的，就是贪图享受，又不想付出。而且他要不点头，这车也买不了啊。我现在好奇的就在这儿，就您不点头，这车他怎么能买得了？钱不都在你那儿吗？因为我不想吵架，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些事情总吵架。他就是，要不然不说话，说话也就是怎么说呢？你说冷暴力吧，也不能完全算得上。完了之后，他就是总是跟你说，哎，你看这个多好，那个多好。然后他就这样，丁总，你最适合买这个车了。丁总，你最适合去那儿旅游了。你是被人捧的飘了吧？然后你那个，你比较宠我。你在家里叫自己的妻子也是丁总，但你每次都能满足他的消费欲望。对。丁总现在这车换了吗？你这个情绪价值提供的挺好。我感觉马上就要卖了啊！对，我觉得卖了吧，还能换点钱。那几块高档手表卖了吗？啊，还没有。没有，最该卖的是那个呀。是。车一卖就贬50%的值啊，那表有可能还增值呢。下一步看看吧。所以现在你们家的实际财政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就是因为给我女儿上补习班嘛，然后包括这几年在家不怎么赚钱了，然后还房贷呀，你得欠了一点钱。欠得多吗？不是特别多。你现在是不是还有能力还？有，所以他不。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只看眼前吧。那家里还得生活了。你们俩现在有什么收入来源吗？我有服装店儿。会不会丈夫真的认为你就是故意在他面前唱衰？那不是，那不是，因为他能看得到。我现在都有这个感觉，你现在在这炸糊呢。啊，我倒希望是那样。你服装店的生意现在够你们一家人生活吗？不够，就是这么就滚着走，我感觉就是特别难熬。拆东墙补西墙，差不多就是这样。大概服装店1个月能有多少收入？赚1万都特别费劲，像过年这1个月啊，基本上都不赚钱了。你还得维持房租什么之类的是吧？房贷啊。
那现在有啥计划？然后列出怎么样改善的计划，丈夫看能不能执行嘛？我希望他能张嘴说出来，出出主意。他在这个家里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在我的心里就是他不想负责任。所以今儿你把他拖到这儿来，就是希望我们说动他，让他能有一些意见，或者对你们的未来的生活、家庭啊什么之类的有一些这个想法之类的，对吧？他之前表示过，他说要不然咱们还是干一个小饭店。我觉得这个理念还是可以的。如果干小的话，对吧？咱们卖2块表可能也能干起来。现在还有机会，不要等到山穷水尽、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想干都没有法干了。你在家享受了10几年，现在让你出去打工，你打得了吗？咋就打不了呢？开网约车呀！已经10多年养成这样的一种习惯以后，如果他们2个人恕我直言，如果真的让他们去打一份普通的工，赚几千块钱，已经不适应了。那打工根本就还不上房贷，还有好几10年呢。他们根本不会去。那做生意赔了呢？我觉得我们俩要是想把这件事情干好的话，它不难干。从小干起来的话，是可以干的。丈夫同意吗？妻子这想法，你俩一起开饭店，然后边直播边开。同意，这开饭店做实体是我提出来的。直播行吗？现在这么多直播的了，有几个火？反正就是不想出镜，是吧？他也不是演员的料。这个直播啊，他不支持我，你干不了。他不让你播呀，你别在旁边说话，多乱呀。那你直播那一定是跟餐厅相关的呀，做推广啊。那他不是得支持吗？这能不支持吗？支持肯定会支持，问题怎么支持啊？你别干预人家就行。我也不会做生意，我只会干活。人家会啊，您就在后厨待着就行了。您就听叮嘱安排，外面交给他不就可以了吗？对，没问题啊，我配合你。生活当中是这么交流吗？不是，我平时在家问他什么，他都不说话。咱就说这事儿吧，今天您不就抱着这目的来的吗？啊，现在我们听到他可以啊。在家的话，一般都是啊。女生的诉求就是说想开一个饭店，你说点想法，对吧？你别每天不吱声了。男生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说啥就是啥，我都听你的，是吗？对，特别和谐。等到做的时候，他就不这样了。所以待会儿老师们想想办法吧，你们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女人总是喜欢有上进心。责任。我是不懂生意，不懂投资啊，但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情感类的节目，对人性还是有所
回到真实的柴米油盐的生活，我们要算计一下孩子补课多少钱，我们要脚踏实地规划一下我们房贷怎么还的时候，才是你们夫妻真的要手牵着手，真心相爱，共度难关的，培养、深化你们感情的很好的时光。所以我觉得物质的多与少固然是我们生活幸福指数的衡量标准之一，但是相爱、相亲、陪伴、彼此支持，我觉得也是人生金不换的财富。接受现状，去爱彼此，我觉得你们能慢慢好起来。我觉得你们夫妻2个人啊，现在有一个比债务还更可怕的现状，就是你们2个人是冷冰冰、没有任何温度的夫妻。我觉得你心里面的怨气和那种不满，还有那种报复的心态，呼之欲出。我说的难听点，你脸上的表情给我的感觉是，我看你怎么摔下来。因为我是第三方啊，我站在这个角度，可能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假如今天丁女士你是个男人，你们家的丈夫；赵先生你是位女士，你是你们家的妻子。丁女士，你觉不觉得就是你作为一个丈夫在这个家里面不认可老婆的任何付出，自己一个人挣多少钱也不跟老婆汇报。今天你但凡是一个男生啊，你肯定被骂化了，就会觉得你怎么能对你老婆这个样子？要沟通没沟通，家里面的财政大权具体有多少钱也不知道，也不跟人家说，反正就你在家待着就行了啊，什么都别问啊，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买什么，花的多了还嫌你乱花钱，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别人挣钱的辛苦啊？你每天不就接送个孩子吗？回来做个饭收拾家吗？你有什么可辛苦的？有什么可累的呀？你不就帮我打包发个货吗？你有什么可累的呀？所以我觉得当下解决你们俩问题的不是说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些负债，我觉得要先找回夫妻之间的温度。你认真的回去问一问你先生这些年藏在心里的委屈和不满，让他放下这种对立面的心态，能够真正的跟你站到统一的战线，我们再去研究干什么。那个时候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所以我最后想跟女生说一点，就是你千万不能用传统观念的思想去武装一个新时代的女性。你现在就是内心说着，哎呦，谁不想当个小女人呀？谁不想天天在家里面享福啊？可实际上你又享受着女强人的光环。所以你这样给你的丈夫传递出来的概念就是我无能。他不一直在说吗？我没能力啊，没有话语权呢，不挣钱呢。你听着那话都是横着出来的，他是真这么认为吗？所以先找回温度，再去想办法致富。你们俩的隐患绝对是当年埋下的，是你们得到了钱，得到了物质上的满足与生活，但其实你们失去的就是2个人的沟通。他可能在家里边，他一开始他绝对是被动型的留在家里边去接送孩子也好或者什么，那是没办法呀，这个家总有一个人要付出啊。但你这边成功了，对不对？他肯定尝试着参与过什么，包括您这边正好是事业上升期，你眼光不行，你这不行，你可能通过一些事情，尤其男人自尊心还强，我放弃了，你挣，我不需要参加，我说的没错吧？我什么都不需要做。这会儿可能也是到岁数了，一个人打拼不动了，2口子一块干活，你这会儿想调动起来他的积极性，你必须得付出很多的努力，因为他已经习惯了。您考虑过一个问题吗？在家闲了多长时间了？您是掏钱给他干买卖了，他这可不没有工作经验呀。重新干一个饭馆可不什么好，我什么托底我来什么，什么贵我来什么，装备党，我从装备上先打败别人，然后我再从技术上打败别人。这么多年不工作了，你得给他这个过程吧。除非打头我就每一分钱我都卡得很死，你去严格要，你有吗？没有。包括后来换车什么的，就特别像那种，哎呀，行了，你别生气了，行，去买去吧，去买去吧。对，哄孩子。对，特别像这种感觉。而且大哥也是，这么多年，这气咱差不多该收收了。我相信您应该心里明白，家里头现在已经不是原来那么家底儿那么丰富了。所以说，既然您爱人有这心，您不妨也退一步，2个人一块儿为这个家一块儿努力努力，再拼搏一把，2个人互相扶持一把，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想当年老公为了
拆台的人，你把本来应该是队友的人变成了对手，你本来应该是对话的变成了对抗，非要争一个对错。今天到这里来还是为争对错。我说老公你错了，恰恰我觉得现在就应该把话语权、决定权交给老婆，执行听老婆的。老婆在很长的时间里头做的都是几乎是在决策上是正确的事儿，唯一做错的就是太惯着你。我觉得你们俩啊有爱很深厚，但咱经不起消耗啊，经不起寒心呐，不能一个人活成了陀螺，另外一个人活成了看客。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火烧眉毛了，你们还内斗呢？接下来听老婆的话，认真去执行，容不得你再去撒娇了，好吗？你们两个人待会儿也好好想一想。我希望出来之后，丈夫能多说一说。我觉得这个家呀，如果往前走啊，还得您带着。所以接下来这样啊，两组嘉宾，咱们一起回到门后。我们在开门之前呢，要提醒一下大家，欢迎大家通过金鱼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我们本期节目。同时呢，您也可以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吧，我们看结果。3、2、1，请开门。没有，没有，好事儿。哎不，出来了吗？没有，哎，出来了，出来了啊！哎呀，哎，我去，哎，出来了。我刚想夸这男生还够诚实的。那你知道他想要什么，能给吗？什么时间给？能给，随时都可以。他要婚姻，你随时给吗？可以。你怎么突然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刚才说绝对不能娶，现在又说随时可以娶。我觉得很对不起他，让他在我的这个内心的阴霾里面摸爬滚打了这么久，而且我也终于发觉了自己内心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哎呀，我想要的是他和我在一起。好，祝福。我们祝福这对年轻人。祝福。来，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二人啊，一起进入浪漫30秒。你愿意娶我吗？好。我们男人一言九鼎，如果真心的爱这个女生，你就好好的待她。好，祝福你们。我们就祝福吧，祝福，希望你们幸福，好吧？好好的成长，然后好好的善待彼此啊！好，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来这边请。来，我们接下来揭晓第2组嘉宾的结果。3、2、1，请开门。这对夫妻我是真心希望，对我也希望他们，我觉得他们真是人家还是有感情的嘛哈。感情是没问题。哎，对呀，多好多好。主要听听丈夫说。好，都说说吧。对，来吧。我也想了，确实之前我是有点太大女子主义了。今后呢，我也尽量回到我们刚结婚的时候的状态吧。我感觉老师们说的很有道理，也戳中了我的内心，以后就多多配合他。我觉得只要相互尊重啊，就没有问题。因为当年毕竟他愿意舍下自己的工作去照顾家庭，这就是很大的牺牲啊。一起进入浪漫30秒。其实男人也需要哄的呀。是的呀，女人也不容易，就彼此支持，彼此理解吧。再抱会儿，再抱会儿，再抱会儿，再抱会儿。这可真是一对老夫老妻，还是有很多深情厚谊哈。很长时间没抱过了。什么？所以说现在是你们第2次谈恋爱的好时候。来钱包，来钱，来，我再给你10秒钟，再抱会儿。还抱？还抱？你抱2下，再抱，再抱亲一个。哎呦，多浪漫呐！
好，多好。哦，再恋爱一把吧，爱一把。哎，所以我就说那个温度很重要，只要那个温度回来了，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对吧？祝你们幸福啊！谢谢你们，谢谢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来这边。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